番茄炒蛋算是那种经典永流传的菜了吧，好像在大江南北都能见到它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搭配真的很好吃，但是有时候我就在想，为什么既然番茄和鸡蛋这两样东西那么搭配，但它们的做法却是颇为单一？可能这就属于一种智慧的沉淀嘛，就淘汰了所有不好吃的选项，剩下的这个就是最经典最好吃的做法。但这个解释就是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心，所以我今天就尝试一下用另一种方法来炒一下番茄炒蛋，就是先把番茄打成汁，然后直接和鸡蛋混合。既然它俩是那么的天仙配的话，那就算是我额外提供一点阻力，它们也应该还是配的吧，否则怎么能叫天仙配呢？磕了3个鸡蛋，我就用3个比较小号的番茄来配嘛。这个番茄虽然有点小，但是它是那种自然熟的，味道会比较好。像这个就已经很熟了，它的皮都可以大块大块的撕下来，汁水也非常的多。我还是比较习惯先把番茄的皮削了，我觉得皮不太好吃。直接把番茄打成汁，番茄汁打出来以后是这种有点浓稠的状态。其实我是比较担心，如果水分太多的话，会不会鸡蛋就没有办法炒成型呢？也担心番茄会不会太多。但现在事已至此，已经不容我后悔了。可怕的时刻来了，把它倒进去，好像草莓汁，又好像西瓜汁，就是不像番茄。不知道它是不是因为有很多气泡，所以很轻，全都浮在上面，把整个鸡蛋都盖住了。让我用人力把它搅拌开，颜色是挺好看的，但只能说我越搅拌越心虚。我完全没有感受到阻力，就是平常搅鸡蛋的那种阻力，就像在搅一锅水。我已经有一丝不祥的预感了。如果我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话，我现在就应该把这个做成蒸蛋羹，就跟加了1.5倍的水是一样的，或者都不止1.5倍，总之就能蒸出来一个蛋羹。但是我已经铁了心要做番茄炒蛋，所以就继续吧。而且今天这个碗怎么也选的那么小呀，服了我自己。就在溢出的边缘试探，本来都要炒了，但我突然想起来，等炒了以后再放盐会不会根本搅不匀，所以我还是往里面直接加一点吧。但是往这种液体里加盐，一旦加多了，我真的是火上浇油。先往锅里放点油，等油烧到比较热的时候再倒进去，这样也许会比较成型。我突然想到，把这个液体直接倒到热油里会不会很危险啊？因为它毕竟不是鸡蛋液了。天哪，我好害怕呀！我觉得我要赶紧去戴一个手套，以防不测。一个悲痛的消息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刚才因为非常的害怕，所以就去急着找手套戴上，然后我就在这种恐慌中一鼓作气的把这个液体倒到了锅里，然后发现我根本没有按录制的按键。如果用我苍白的语言形容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的话，就是水花四溅。但因为就发生在一瞬间，然后全部倒进去了以后就勉强还好。我是真的不想再做一次再拍一次，所以就让我们直接看一下下锅以后的场景吧。觉得它的边缘还是有点能够凝固的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但中间就是一潭液体，一潭温泉。但是没事，我非常有耐心能把它的水分炒干。说实话，现在这个状态看着真的毫无食欲。我又炒了好几分钟，我觉得它水分已经差不多蒸发了。现在让我壮着胆子来尝一下它的味道。目前看着倒是还好，我觉得食欲已经回来一点了。竟然是好吃的，谁敢相信呢？让人感动的味道。而且鸡蛋就是特别的嫩，它的美味程度已经到我觉得可以给它配点葱花的程度了，所以我赶紧去切点葱花。妈呀，经历了今天的高潮迭起，我真的是要流泪了。这番茄炒蛋真的很好吃，它的口感有点像那种吃豆渣呀什么的，但是比豆渣嫩100倍，完全没有渣的感觉。然后很奇怪，吃起来的味道就是有点微妙的番茄炒蛋的味道，但是因为鸡蛋非常的嫩，就没有炒蛋的那种口感。说起来有点奇怪，但是像在吃火腿肠的馅。而且我真的觉得它这样一点水分都没有的话，完全可以用来包饺子或者做炒饭，
因为一般番茄鸡蛋炒饭都会炒得有点不太干嘛。我虽然没有炒饭，但是我可以来 DIY 拌饭一下。哦，好好吃，特别的下饭。它就是那种咸鲜口味的，但是又带点酸，带点微甜。然后它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味道分布特别的均匀，就不会一块咸一块酸一块油的，它的各种味道都平均的分布到了每一口当中。我发现了，我今天这顿饭不是还有豆腐吗？就这个番茄炒蛋的口感吃起来最像豆腐，就是番茄炒蛋口味的豆腐。真的，除了制作过程有点太危险以外，不过从今天的经验来看，我觉得好像也未必需要热油下锅吧，反正它也不能凝结成一整块，所以冷油下锅也可以的话，那就也不危险了，只是说略有点麻烦。或者说可以用那种水分比较少的番茄沙司，就是配料表只有番茄的那种番茄酱来做这道菜。有闲情雅致的话，规避危险操作还是值得一试的。